8月1号起，中国政府对镓和锗的出口管制措施正式生效，3天以来效果良好。此前，半导体产业链的上游经济体傲慢地认为他们的产品高人一等，无视中国长期向国际市场提供质优价廉的产品的事实。镓锗都是军民两用材料，管制这2种稀有金属的出口将有力维护国家安全，还将给国内芯片产业带来哪些机遇？来看看分析。根据中国海关数据测算，2023年国际市场上的镓和锗供应量将合计减少约56吨。全球最大的镓采购商弗莱伯格复合材料公司日前表示，其客户正在疯狂囤积这些材料，整个行业非常紧张。在欧洲的荷兰鹿特丹仓库，嘉定报价从6月底的258美元每公斤上涨至370美元每公斤，涨幅超过40%。同期锗锭价格上涨9.1%，为1473美元每公斤。有国内镓和锗生产企业表示，近一段时间咨询电话都被境外贸易商打爆了，价格一天一个样，还有国际资本介入炒作。但有企业负责人表示，镓和锗都属于稀有金属，没有办法短期内大幅增加产量。伦敦咨询公司 CRU 的顾问威利斯·托马斯分析称，目前许多贸易商正在等待中国商务部的批准出口文件，但不少公司还有一些在中国境外的库存，预计能维持2到3个月。托马斯预计，镓锗的价格在未来几个月内可能继续上涨。各国最近纷纷盘点了自己的库存。美国五角大楼公布，该国拥有锗战略储备，但缺乏镓的储备，因此在美国市场上的镓价格涨价幅度惊人。深圳卫视查询了总部位于美国的战略金属投资公司主页，每千克的镓报价高达614.30美元，这意味着涨价超过100%。美国稀有金属焦虑加剧，正在世界各地寻找矿源。深圳卫视注意到，美方邀请蒙古国总理奥云额尔登自本月1号起展开他任内的首次访美行程。蒙古国拥有全世界第2大储量的稀土矿藏，约占全球总储量的20%。美方精心安排蒙古国总理奥云额尔登的在美行程，包括让他在五角大楼检阅美军仪仗队。奥云额尔登也成为蒙古国历史上首位进入五角大楼的领导人。美国还承诺给予蒙古国经济援助。奥云额尔登透露，在与美国副总统哈里斯会面时，双方讨论了在开采稀土，包括铜在内的关键矿产方面的潜在合作。分析认为，这才是美方邀请他访美的主要目的。深圳卫视注意到，美蒙之间的稀土合作已经启动多年，但进展不大。原因不仅在于蒙古国没有采矿和精炼的成熟条件，而美方也不想提供足够的资金和技术。最重要的原因是，蒙古国是个内陆国，且只有2个邻国，分别是中国和俄罗斯。因此，奥云额尔登这次在华盛顿称美国为第3战略邻国。实际上，蒙古国的大多数商品都必须通过中国或者俄罗斯的口岸才能外销。因此，在美方不断拉抬地缘政治风险的情况下，美国企业不会贸然投资蒙古国。因此，美国想利用蒙古国缓解稀有金属焦虑，只会陷入无解的死循环。观察指出，美日韩等半导体产业链主要经济体的镓库存告急，是因为他们此前没有这方面的烦恼，因此在生产方面都是尽量避免保有太大的库存，以降低成本。中国政府呢依法实施出口管制呢，其实不针对任何特定的国家。那么中国的出口管制呢，也不是禁止出口。那么这个出口要符合相关的规定，就可以予以许可。那么美国和日本这些国家在半导体领域的出口管制，实际上才是真正扰乱国际半导体产业生产布局的主要的动因。那么他们采用的这种小多边主义，采用这种供应链联盟的方式呢，是对这个全球半导体供应链这个稳定的一个巨大的这个不确定和不稳定的因素。本世纪初以来，全球化蓬勃发展，形成了以东亚为中心的半导体产业链。链条上的经济体根据各自特长进行了分工，共同形成完善的产业链系统，推动了技术的飞速发展，共同做大了市场蛋糕。
但令人遗憾的是，近年来一些国家产生了自己的产品高人一等的幻觉，动辄破坏合作规则。例如，日本就针对3种半导体材料，曾对韩国进行了长达3年多的禁售。而美国更离谱，认为所有使用了美国企业技术的公司都必须听命于该国政府，动辄拉芯片4方联盟，又胁迫荷兰对中国进行光刻机等设备出口管制。值得注意的是，7月23号，日本也针对23种高性能半导体制造设备实施出口管制，涵盖半导体清洗、成膜、光刻、蚀刻、检测等多个环节。英国广播公司还在报道中挑衅称，日本出台半导体管制措施令美国完成对华合围。过去一段时间内，有着非常复杂的国际政治博弈的一个环境。那我们知道，在今年5月份的时候，那么 G7 集团呢在日本召开了 G7 峰会，在峰会期间发布了这个 G7 经济韧性和经济安全声明的这样一个文件。那这些伙伴关系呢，它其实是美国为了拉拢相关的国家加入它更大范围内的这种技术联盟。那它的主要的战略意图呢，是要改变这种全球半导体供应链结构，从过去这种多级结构向联盟主导的单级结构演变。英国伯明翰大学关键材料研究员加文·哈珀博士认为，多国政府正日益远离全球化的叙事，那种认为国际市场只会提供原材料的想法已经一去不复返了。他还预测，短期内西方资本将热衷投资镓和锗的开采和精炼，填补国际市场需求的缺口仍需要一段时间，但毫无疑问，价格将大幅上涨，而且不排除未来中国解除管制措施的可能性。那样的话，西方的镓锗产业将再次受到破产的冲击。有业内人士预测，镓和锗出口管制正式实施后，2种金属出口量将减少，国内市场或将出现供大于求的现象，因此价格可能反而降低，这或可成为中国半导体产业发展的一个机遇。其中以氮化镓为代表的新一代半导体产业将迎来重大发展机遇期，中国芯片成品在国际市场上的份额或将扩大。还有观察认为，其中获益最大的是电动汽车产业，因为电动车平均使用约3000枚芯片，是非电动汽车的2倍多。值得警惕的是，美军也不断给中美关系制造障碍。美国突发防务网站8月1号报道，在7月2号到7月21号举行的北方边缘2演习中，美国及其相关盟国派出战机，在更靠近中国的岛屿上进行了所谓的敏捷作战部署演练。这个岛屿就是硫磺岛，距离杭州湾约1500公里，比关岛略近。时事评论员白梦辰对深圳卫视表示，2战之后，美军就没有在西太地区的作战经验，美军也意识到千里迢迢过来并不占优势。现在提出敏捷基地部署的概念，就是要整合利用在关岛、日本、韩国、菲律宾等地的基地。我把西太平洋的大量的岛屿上面有很多是2战期间曾经驻过兵或者建过军用机场的，全部都进行调查，哪些可以恢复，分布式部署，每个基地可能都要有弹头。那么这样的话，美国的潜在假想敌的火力够不够用？是不是可能在战时，它就因为火力不足，有些基地就能够幸存下来？北方边缘2的一个敏捷作战部署演习场景假定，美空军一架 F-15E 攻击鹰多用途战机因为发动机故障在硫磺岛降落。驻日美军接到消息后，从日本延国基地迅速出动一架装载备用发动机的 C-130运输机前往硫磺岛，并在12小时内将这架 F-15E 战机修复。报道称，敏捷作战部署的思路是让美军飞机跨越太平洋，阻止中国军队的攻击。据悉，参加北方边缘2演习的军队来自美国、澳大利亚、英国、加拿大、新西兰、法国和日本8国。报道还提及，敏捷作战部署演习期间，中国航母山东舰在关岛附近水域演训。深圳卫视注意到，8·1建军节当天，央视播出的《逐梦》专题片中，首次公开了山东舰穿越台湾海峡的画面。新闻片段显示，山东舰航母编队通过台湾海峡期间，突然遭遇外机抵近侦察，4架歼15挂弹起飞执行任务。每一次起飞都是战斗起飞，随时准备作战。